大家好，我係陳樂，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藍波可唔可以自選捉龍。我可以話俾你知，可以用藍波自選捉邊隻龍都得。由8月開服至今，經過多日嘅測試同記錄數據，終於俾我揾到藍波捉龍嘅規則同方法，俾大家睇下呢幾日實測嘅戰績。25號開始實測捉咗2隻8星龍，26號4隻8星，放工捉到凌晨2點，仲剩翻一個波，揾唔到8星龍，因為太眼瞓就翻歸。27號一樣捉咗4隻8星，剩一個藍波，揾唔到8星實測。28號4隻，29號要剪片，所以捉咗1隻。大家都可以見到全部清一色都係8星龍，並非偶然、附錄或者改圖。今集會嚟分享藍波點樣自選捉指定怪物，同埋實際應用場景，片尾會有捉龍教學示範。首先嚟講咗藍波捉法嘅規則先。以下冇經過精密儀器實測，測試數據可能同現實結果會有出入，敬請留意。第一，藍波標記嘅範圍係人物當前所在位置嘅500米範圍內任何怪物，超過呢個範圍嘅怪係唔會被標記。第二，標記嘅距離需要同上個標記點相距至少有300米以上。之前幾日實測都係用500米嚟測試，好順利。但琴晚深夜去捉完泥魚之後，隔離260米有大空柴龍，抱住試下捉唔捉到嘅心態行過去，竟然俾我捉到喎。但從條片所見，我個 GPS 又輕微漂移過。當我重新登入嗰時，大空柴龍冇喺圓形範圍內。然後再一次重開遊戲之後，就已經捉咗。呢個距離相信係用點到點嚟計算，中間你走咗幾多路，佢好似唔會計算。例如4方形路線，左上嘅 A 點係你已經標記嘅怪物，右上角嘅 B 點係你想要捉嘅怪物，但點到點中間只有100米。假如你兜遠路，先向下行去到左下角嘅 C 點，再向右行到 D 點，然後再向上行到 B 點。雖然移動距離有超過500米，但係統指計你由 A 點走到 B 點嘅距離，所以 B 點嘅怪捉唔到，除非你將 A 點嘅怪物刪除或者打死，再走300米到 B 點，就有機會將 B 點嘅怪標記起嚟。第三，下一個想標記嘅怪物必須同附近已標記嘅怪物相距300米。從頭先標完泥魚同大空柴龍都可以見到，藍波好少會主動標記相距太近嘅怪物。呢度有3隻我已經標記咗嘅怪，中間有一條8星黐火龍我想捉。當我行到去等咗好耐，佢都冇幫我標記起嚟。但當我再走多一段路，同附近已經標記嘅蠻龍相差300米，就即時標記咗。第四，每次貓貓用藍波都要 CD， 但 CD 唔係用時間嚟計算，而係用移動距離。必須要開住冒險功能，最少行300到500米先至完成一次 CD， 然後再次標記。之前幾日點解預測係要行500米呢？因為每當我開咗冒險功能之後，走1至500米，佢唔會觸發藍波標記。但當超過500米之後，有時只要我探索範圍一有怪物，佢就自動用藍波標記咗；或者探索範圍冇怪，佢就捉咗500米範圍內嘅怪物。不過暫時未確定係咪一定要開住冒險功能行先計算 CD， 因為熄咗冒險功能，唔理我行咗幾多米再開返，佢都冇幫我捉龍。第五，當你開住冒險功能行咗500米完成 CD 後，就熄咗冒險功能佢，因為有時貓貓執地圖上嘅資源亦會觸發藍波捉龍效果。另外，遊戲切換之後台斷上網或者關閉遊戲，都會隨機幫你標記當前位置500米範圍內嘅任何一隻怪物，不過會優先標記人物當前位置圓形範圍內嘅怪物。第六，有時坐車話你超速，亦會計你關閉遊戲，所以坐車時明明有開住遊戲一路打怪或收集資源，佢都會幫你捉龍。第七，進入戰鬥畫面，進入採集點，進入組隊畫面，進入標記界面，只要任何有離開過大地圖嘅操作，似乎亦計算熄咗隻 game。當你重新進入大地圖嗰時，想打嘅怪物明明喺前面唔遠嘅位置，出嚟嘅時候唔見咗，話魔物已經離開咗，原來俾隻貓捉咗。第八，如果你有用2部手機玩嘅習慣，例如 A 手機玩到冇電換 B 手機玩，
要確保 B 手機亦關咗冒險功能，因為當我登入 B 手機賬號時，D 手機一直開住冒險功能，一上線就自動幫我標咗500米範圍內嘅怪。第9，捉唔到龍有幾種可能，以下都係我個人猜測。1，最大原因係未行夠500米 CD 距離。今朝我試捉呢隻8星毒妖，試咗3次都唔得，之後再行多25米左右，再開遊戲就捉咗。2，每隻怪都內置有一個捕捉移動距離，可能呢隻行500米就捉到，另一隻要行700米或以上。3，呢隻怪內置唔可以用藍波捉佢，所以貓永遠都唔會標記佢。4，每隻怪物標記嘅時間都唔同，有啲可能1秒就捉到，有啲可能需要停留嘅時間比較耐先會幫你標記。第10，最多人關心嘅係到底要熄遊戲幾耐先捉到龍？實測最快1秒就捉咗，只要 CD 完關閉冒險功能，當就快行到想標記怪物面前再打開，只要一接觸到佢就標記咗。最耐試過停留咗10分鐘先捉到，超過15分鐘都冇捉到嘅，我就冇再繼續等啦。第11，當圈內超過1隻怪嘅時候，佢會隨機標記500米範圍內任何一隻怪。另外 GPS 有時會漂移，盡量將圈外附近嘅怪清理乾淨，再打開冒險功能，否則當你重登時有機會標記咗隔離嗰隻怪物，或者500米範圍內嘅怪。第12，想知道自己行咗幾多米，可以用 Google Map 嚟計算，隨便標記一個目的地睇距離，咁你就知大概行到咩位置有500米距離。第13，熄冒險功能太耐之後，移動距離 CD 似乎會被清空，要重新開啟後先會再計算移動距離。好啦，跟住嚟講下點應用。應用1，正常嚟講，一般唔會特別去標記8星龍，大部分情況都係行過去就即刻打。不過如果嗰隻龍你冇乜信心打得贏佢嘅話，你可以行過去開戰之前打開冒險功能再戰鬥。假如你俾佢打死咗，呢個時候有機會出返大地圖嗰時，貓貓會幫你標記咗佢，等你唔使企喺度等18分鐘回血。特別係如果啱啱用完 SP 就俾佢打死，又要周圍揾小怪傳返 SP 再去報仇，如果標記起嚟就可以之後慢慢打，不過機會只有一次。如果你打算不停食藥水重複挑戰嘅話，咁就記得打之前關閉冒險功能啦，否則就好似我之前打黑角龍咁，標記咗冇得用附近嘅人組隊打，要用 QR 面對面掃描。應用2，如果你同事或者屋企人、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都有玩嘅話，你哋可以每個人返工、行街、買餸嗰陣周圍去標記6星或者8星返嚟組隊一齊打，一個人標3隻8星，2個人一日就可以打6隻8星龍啦。拆材料更有效率，唔使好似我咁3更半夜凌晨仲喺條街度周圍當揾怪打。應用3，主線任務有時需要你去打2至4隻指定怪物，只要大家知道下一個任務要打咩怪物，就可以預咗2日用藍波標記起嚟，到時要用再開嚟打。呢度整理咗1至13張需要打咩指定怪嘅圖俾大家睇，任務內容有機會隨時更改，敬請留意。最後就係捉龍示範。